大家好啊，歡迎嚟到我哋日更頻道啊，同大家睇個大陸新聞啦。呢個大陸新聞呢，就話大陸啊有啲大學嘅助學金呢，竟然咧投票有出俾揸住 iPhone 嘅有錢仔喎，咁反而呢，係官方認證嘅貧困戶，反而係冇份攞到呢助學金，到底係啲乜嘢事呢？咁原來啊大陸啊最近有個大學生啦，就實名舉報天津中德應用技術大學嘅助學金舞弊啊！而根據佢嘅舉報內容啊，佢身為一個有建黨立卡嘅貧困戶孤兒啊，竟然申請唔到獎學金，反而係佢着住 Air Jordan 攞住 iPhone 嘅室友喺班級投票之下攞到名額啊！呢一個姓朱嘅同學表示啊，自己曾經係拍片舉報啊，但係呢就俾校方勸佢刪除啊。呢件事仍然未解決㗎。佢喺影片入邊啊，聲淚俱下咁講啊，就因為佢知道咧，餓一日有幾痛苦，餓兩日有幾咁絕望啊！佢話自己咩都冇啦，就同佢哋賭命啊！咁頭先所講嘅建黨立卡咧，係代表有官方認證嘅貧困戶嚟㗎，但係姓朱呢個學生就喺班級投票嗰度輸咗，冇辦法攞到獎學金，亦都有唔少熱心嘅網民想同佢打啲錢俾佢幫下佢啦，但係佢全數拒絕啦。而根據佢親戚表示啊，姓朱嘅呢個同學呢，好努力啊，大學之後呢，連妹妹結婚都冇返老家，淨係為咗賺錢打工，但係個性格好硬㗎，唔屬於佢嘅錢呢，佢唔會要㗎。咁呢一個獎學金呢，係由佢大學嘅評議小組民主評議嘅喎，咁評議標準入邊啊，困難程度佔50%啦。另外，亦都包含學習品德等等啦。而姓朱嘅呢個同學啊，喺班級投票入邊輸咗俾其他學生，而佢喺投票之後呢，曾經就有批評過呢個評選方式，但係就遭到班級其他學生嘅辱罵。目前佢已經搬走埋啦，冇住原本嘅宿舍啊，可能啊頂唔順啊。咁呢個姓朱嘅同學呢，就話啦，自己曾經係同學校個書記仲有輔導員反映啊，就係有錢學生攞助學金嘅情況，點知佢哋回覆啊，話你有冇證據啊？仲要佢唔好鬧事啊！佢唯有係拍片上網舉報，同埋附上自己嘅貧困證明啊！而呢一個咁樣嘅新聞啊，紅星新聞亦都有報道喎。咁報道內容呢，同上邊都係差唔多嘅。咁即係話呢，有唔少嘅官媒啊，都開始報道緊呢件事發酵緊㗎啦。咁我睇下到底點收科啊？呢間學校係一意孤行啊，定一話係之後會改變呢？而對於姓朱呢個同學嘅遭遇啊，好多網民好同情啊，但係亦都分享自己學校嘅助學金發放不公嘅情況。有網民分享自己學校嘅助學金全部俾晒關係戶啊，佢哋宿舍有一個女仔，因為有親戚喺學校就攞咗助學金，每日呢就雞蛋牛奶冇停過㗎。800-900蚊嘅羽絨褸呢都係咁着住，但係隔離嘅宿舍個女仔呢，只係領到一件棉衣，成個冬天就着住同一件，餓到每日只能夠食饅頭，但係又申請唔到錢啦。亦都有網友分享啦，就話佢嘅室友啊攞咗助學金啊，反手就買一件幾千蚊嘅褸啊。屋企困難嘅學生竟然就冇名額，有網民就話見到有同學啱啱攞完助學金，就嗌晒啲朋友去 KTV 唱歌一晚啊，就將啲錢用晒啊！助學金有咩意思啊？完全失去咗佢意義啊！亦都有網友就話自己學校嘅評審好嚴謹啦，唔可能令到啲咁嘅事件發生。亦都有網友指出啦，好似朱同學呢一種建黨立卡嘅貧困戶啊，係只需要填寫資料就會有保障助學金名額啊。佢批評天津中德應用技術大學舞弊啊。咁但係呢，原來呢條片啊，而家已經係俾 B 站嗰度刪除咗㗎啦。有唔少網民啊認為係校方舉報啦，亦都有網民認為係觸碰到國家敏感嘅扶貧政策喎。我認為唔關扶貧政策事嘅，呢個舉報呢應該係俾有心人舉報嘅。點解呢？因為
頭先所講啦，你有啲官方媒體都有報導呢件事啊，即係呢件事係官方已經係有留意得到噶啦。唯一唔想人注意到呢件事嘅就係乜嘢人啦？我諗大家心知肚明啦。如果係一啲咁貧困嘅學生，佢都唔能夠攞到佢應該有嘅助學金福利，咁其實成件事好匪夷所思嘅喎。咁你助學金唔係得一個名額噶嘛？咁你保底俾咗個貧困生，都仲可以仲有其他名額俾自己關係戶噶嘛？咁嘅話得一種可能性啦，就係全部名額都分晒俾自己有攞晒啦。咁唔好意思，你冇關係嘅，我話知你幾窮啦。你窮到一個禮拜食幾個饅頭頂肚餓，我都唔理你啊。同埋大陸呢，你讀緊書，如果要買 iPhone 或者着 Air Jordan 呢，咁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嚟噶。睇落去都幾有錢啊。Air Jordan 我當你買 A 貨啦，斷估你部蘋果手機唔會係山寨啩。所以我一直先同大家講啦，話呢個世界係唔公平噶。有時呢，你好努力，但係你係一無所獲噶，甚至乎原本屬於你嘅嘢呢，都係可以俾人好輕易咁攞走咗，而且人哋係唔使付出任何嘅代價。咁睇完呢條片啦，我諗大家應該都明白講啲咩噶啦。咁而根據最新嘅消息報道啦，11月3號啊，原來已經咧係了解到佢最新情況啊。咁原來呢，佢作為困難生助學金評定嘅時候呢，因為佢作為孤兒呢點係未獲得嘅。佢提到啊，舊年呢係有4個名額啊，佢都係可以攞得到啊。今年呢就俾人擠咗落去啦。咁然後點解佢搬離宿舍呢？咁原來啊，佢俾宿舍其他5個人啊係聯合向輔導員投訴啊，就話佢啊無憑無據針對對方啊。咁佢搬咗出去住邊呢？咁原來佢搬咗出去之後啊，就25蚊去網吧過夜啊。跟住佢亦都係曾經上網問網友有冇更加平嘅過夜方法啦。幾慘幾可憐啊！你冇人脈冇權冇勢，跟住呢，你攞唔到你應該有嘅嘢，結果人哋可以群起去舉報翻你，逼到你去走嘅。其實啦，你就算喺翻宿舍嗰度住啊，你都唔見得個生活會好得去邊啊，因為入邊咁多個人啊，都係唔中意你嘅，係睇唔起你啊，因為呢，你嘅存在係威脅到佢哋嘅既得利益啊，所以佢哋諗辦法逼你走啊。就算你自己唔走啊，你喺入邊你覺得你可以安心瞓覺咩？根本冇可能啦，幾慘啊！一個咁努力嘅學生，靠自己去揾錢交學費，個妹結婚都冇去翻去嘅，就係為咗打工。咁結果而家係俾人逼走到呢，係住25蚊嘅網吧去過夜咯。而且呢件事啊，我睇翻係全網呢去封禁咗佢影片噶。我而家所揾到睇到嘅影片，其實好多呢都係其他媒體報出嚟噶。咁當然我見到有部分好似頭先所講係官方媒體嘅。呢件事應該發酵緊嘅啦。去到12月2號啊，呢一間天津中德應用技術大學就發布咗學生反映助學金評定問題情況聲明，表示就話學校已經第一時間成立工作專班進行調查核實，仲話相關嘅核查工作正在進行中。去到11月3號嘅凌晨1點啊，佢發文叫網友唔好再轉錢俾自己啦，亦都唔好聯絡自稱同佢有關係嘅陌生人，謹慎提防詐騙啊！佢表示自己未有收過任何一個人嘅轉賬或者紅包，亦都冇小號，叫大家小心，珍惜自己嘅血汗錢。如果已經被騙，一定要報警。而且佢最尾亦都感謝網友嘅支持，就話自己目前食飯冇問題啦，請大家放心。你睇到啦，佢咁樣俾人對待法啦，就算瞓網吧，佢都冇諗過係響網友手上邊攞任何1蚊嘅。只要佢想嘅話呢，佢攞到嘅錢啊，應該係絕對比助學金更加多噶。我夠膽講，件事發酵到而家咁樣，佢至少可以收到幾萬蚊嘅，但係佢冇選擇要啊。可能因為佢覺得呢啲唔係佢應該收嘅錢啊。咁而家呢，就唯有希望佢可以攞到個助學金啦，還翻個公道俾佢啦，然後畢業之後呢，就好好地去發展自己嘅人生事業啦。
大學嘅嘢到時就忘記佢啦，亦都希望呢係可以還翻個公道俾佢啊。好啦，咁今集呢，同大家睇到呢度先啦，大家有咩想講，下邊留個言啦。咁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